夏天最痛快的事情，莫过于咕嘟咕嘟地喝下一大口冰镇的饮料、冰镇的啤酒。但是呢，有的时候，有些事情发生了，哭笑不得。迫不及待地打开一瓶易拉罐，喝上一口小饮料、小啤酒。但是呢，易拉罐拉环掉了、坏了、拉断了，真的是特别的难堪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又着急又想喝啤酒，怎么办？今天来分享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，我们用一张纸就能够把我们易拉罐的坏的地方使劲的去弄开。方法是比较简单的，不需要任何的工具，就只需要我们家里的普通的一张纸。找来一张纸，稍微的硬一点的书本纸、A4 纸都可以。首先把我们的纸张要对折，对折到再对折，折的时候折不下去，并且有一个尖尖角，这个角是很厚实的那一种，怎么弯都弯不掉的那一种。接着对准了这个易拉罐的拉口处，这个接口的位置，看清楚这个接口位置，像我们这个样子，仔仔细细的来回的拉动，像这样来回的滑，大约需要几分钟的时间。着急，我们慢慢的滑，滑的时候你会发现了，易拉罐这个地方会有勾线的地方，我们来回的滑上大约2分钟的时间，你就会发现，砰的一声，易拉罐就被打开，这个接口处就裂开了一个口子。这是因为纸张在易拉罐摩擦的过程中会产生了一点热量，那么易拉罐里面的气体遇热之后也会膨胀的，像这个样子，易拉罐就会被打开。原理很简单，而且方法又快速。这个方法打开坏掉的易拉罐也是比较实用的，简单快捷。朋友们觉得怎么样？如果是在我们出去郊游的时候，易拉罐坏了，我们可以去车上找一个纸，像这样操作一下就能够打开易拉罐。亲爱的家人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里啦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用发财的小手帮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对我来说都是最大的鼓励，谢谢大家。啤酒是人类最古老的酒精饮料之一的。啤酒以大麦芽、酒花、水为主要原料，经过了酵母的发酵作用，酝酿成了我们的现在的低度的啤酒。啤酒的种类比较多的，口感是各异的，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饮品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我们购买啤酒的时候，有罐装啤酒，也有瓶装啤酒，两种啤酒，你知道区别是什么？如果你不了解这些区别，可能会买到不适合自己口味的啤酒，浪费了时间，浪费了金钱。那今天我们跟着视频来看一下，到底该如何的去区分我们的啤酒罐装和瓶装的啤酒的区别。它们的第一点就是口感的不同，罐装啤酒和瓶装啤酒的口感是不同的，因为罐装啤酒、瓶装啤酒包装材料不同。瓶装啤酒使用玻璃瓶包装，能更好的保持了啤酒的新鲜度还有口感。罐装啤酒使用了铝制的易拉罐包装，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，会影响到啤酒的口感。我们在买啤酒的时候，如果更讲究口感的话，那么建议去买瓶装的啤酒。对口感不那么在意，可以选择罐装的啤酒。二、运输方面，我们都知道，像我们的罐装啤酒，无论是哪个经销商以及零售店面，他们拿的时候都是从厂家发过来的。如果是瓶装的啤酒，运输过程中要特别的注意，毕竟玻璃瓶都是属于易碎品，所以一般都是容量比较多的，一般都是像这个样子，瓶中容易打碎，包装的比较紧实。那么运输的过程中，易拉罐就不一样，易拉罐是属于铝制品，运输途中比较好保管，不需要担心会打破的问题。但是易拉罐这种材质很贵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瓶装的啤酒要比我们的罐装啤酒贵的原因的。三、
保质期不同，除了啤酒的品质，还有方便性的不同。很多朋友们都不知道，实际上瓶装的罐装啤酒保质期是有很大的区别。因为玻璃瓶的啤酒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那就是避光性比较差，所以说绝大多数的瓶装啤酒要比我们的罐装啤酒的保质期短一些。不过一些进口的啤酒所用的是棕色玻璃瓶，避光更好一点，但是没有罐装的好，对不对？所以在夏天的时候，太阳直射会大大的降低了啤酒的保期还有我们的时间的。4. 避光性的不同。虽然说玻璃瓶它的玻璃颜色比较深，但它的依旧是透光的，而易拉罐颜色不同，它的金属是避光的。啤酒的避光性直接会影响到我们的口感。在啤酒中的啤酒花还有一种叫做绿草酮的光感化学物质，它受到了紫外线的照射，会和啤酒中的硫花发生的一些反应，影响啤酒的口感。所以从我们的遮光性来说，罐装啤酒比瓶装啤酒更好喝。5. 方便性的不同。我们买啤酒拿回家去喝，哪种包装都是可以的，我们要拿到其他的地方去。比方说平时有一些聚餐、郊游，或者是出去的时候带一点啤酒的话，拿罐装的相对来说更加的方便。一些罐装的体积没有那么的大，它不会容易碎掉，打开的时候比较方便，携带呢更加的方便的。那么瓶装的啤酒想要携带的话，它的玻璃瓶比较容易坏掉，而且它不容易打开的，所以考虑方便的话，罐装啤酒要比瓶装的啤酒会更好一些。啤酒经过了发酵，把它们装到了瓶中时，接触到了氧气，就会使啤酒的口感变差的。所以无论是瓶装的啤酒、罐装的啤酒，会提前用二氧化碳一些气体进行了加压，会使瓶子中的氧气压出去，而玻璃瓶的承受压力比罐装的要好一些。所以用瓶子装的啤酒，啤酒的口感香味儿要比罐装的啤酒更好。而啤酒装入了瓶子、罐子当中，也会进行了加压的打气，而瓶装啤酒要比罐装的啤酒多打一些气，所以瓶装的啤酒要比罐装的啤酒口感、香味儿更好。这也是一些老酒爱喝啤酒的原因吧。啤酒的牌子不同，制造的啤酒的工艺差不多的，所以差别要体现在原料上面。再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挑选啤酒的技巧，保证挑选好的啤酒特别的好喝，花钱也比较少。买啤酒的时候，内行人不看牌子，只看这3点，无论是贵贱，都是好喝的啤酒。第一点，看配料表。啤酒的好坏主要就是酿造啤酒的原料不同。优质的啤酒原料主要有大小麦芽、啤酒花、酵母、酿造用水，但是成本较高的一些厂家加入了淀粉类的原料，比如大米、玉米代替了麦芽，用糖浆、酒花膏代替了啤酒花的。第二点，原麦汁的浓度。原麦汁浓度是由于原材料决定，大小麦芽的含量高，原麦汁浓度也要高。按照原麦汁的高低，啤酒分为3种。低浓度的啤酒，原麦汁浓度在 2.5% 到 9.0%。中度的浓度啤酒，原麦汁浓度在 11% 到 14% 之间。高浓度的啤酒，原麦汁浓度在 14% 到 20% 之间的。我国产量最大的就是中浓度的啤酒，受很多人的喜欢，所以挑选啤酒时，原麦汁浓度最好在 11P， 低于这个数值的啤酒都是水啤，喝起来没有味道的。第3点，酒精度。啤酒是一种酒，也含有酒精，而酒精也是啤酒有关的。有的啤酒喝起来像喝水，说明酒精度太低，像浓烈度的酒在 0.8 度到 2.5 度左右。所以呢，我们要选择不能低于4度的以上的啤酒，这样啤酒是没有味道的。虽然说喝啤酒对身体没有什么坏处，也没有什么好处，但是不能长期的饮用啤酒。
啤酒的热量是比较高的，过量的使用的话会导致肥胖的。所以呢，我们适当的喝一点啤酒就好啦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，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和喜欢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